这是一场100里竞速比赛，所有的参赛选手都被蒙住双眼，捆住双手。随着裁判吹响号角，选手们宛如猛虎一般冲了出去，但女孩波莉却被其他人耍诈绊倒。作为全场唯一的女性选手，本就身体素质不占优势的她，一下子就成为了最后一名。可她依旧咬紧牙关站了起来，脑中回忆着平常训练时的刻苦与艰辛。她不允许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波莉先是听声辨位撞倒一名选手，再是心中默数着刚才奔跑时的步数，在达到666步时，纵身一跃跳过了面前的深坑。很快已有6名选手冲过了终点，波莉却仍没有放弃。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拼命向前冲去，但这时前方的一名选手用身子绊倒了波莉，并且还狠狠地踢了她一脚。四周的观众见状纷纷给波莉加油助威，受到鼓舞的她反手绊倒了对方，然后踩着她的身体奔向了终点。波莉成为了第7个来到终点的人。随着裁判吹响比赛结束的号角，刚刚胜利的7人则被加冕为圣子，成为了圣树的守卫者。接着他们依次抚摸圣树来获得他的认同。当波莉将手放上去时，一股神秘力量将他拖入了幻境之中。他看到天地一片灰暗，大陆似乎成为了炼狱。不远处一个恶魔正在屠杀着精灵。波莉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数千年前人类爆发了核战争，导致人类文明一夜成为了废墟，而精灵一族也趁机发动了种族战争，最终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势力。剩余的人类巨魔地精则生活在贫瘠之地。自从上次战争结束后，精灵族就利用圣树将最强对手恶魔族封印在禁忌之地，但现在圣树却因为某种原因开始凋零。每当一片叶子枯萎，那就代表一名恶魔将被释放。可生活了数千年和平生活的精灵们早已忘却了魔法的使用。面对如此紧急情况，他们只好举办比赛，选出获胜的7人当选圣子，试图让他们来守护圣树。回到现实中的波莉画下了自己看见的恶魔，这时他似乎听见了圣树在召唤自己。他来到圣树下，再次抚摸了上去。这次他看见自己杀死男友的画面，虽然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原因，但为了男友的安全，波莉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精灵王宫。可没人知道，距离圣树几百里开外的洞穴中，一名沉睡了几百年的男人被圣树给唤醒。他拖着僵硬的四肢爬下了石床，满背的伤疤足以证明他的不凡。随即手中的剑柄变成了长剑。苏醒后的他来到了精灵王宫，轻松地打翻了门前的守卫。见有人闯入王宫，一旁的2名王子如临大敌。可等男人摘下帽子时，国王却无比震撼。原来男人名叫亚农，而2人曾是旧识。亚农也是目前少数会魔法的人之一。他告诉国王自己受到了圣树的召唤而苏醒，说明圣树现在出现了问题。众人来到圣树的面前，在亚农抚摸一番后，他告诉国王封印恶魔的圣树即将枯萎，而圣树的每一片叶子都象征着一个恶魔。一旦叶子开始凋零，禁忌之地的恶魔便会依次冲破封印。他要求国王立刻开始整合军队，但在场的众人却不以为意。经历了1000年的和平，精灵们早已忘记了恶魔的残忍。看着不听劝阻的精灵一族，亚农只能愤然离开。他要跟着圣树的指引去找到另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就是拥有半人半精的混血威尔。此时的威尔正守在母亲的病床前，他颤颤巍巍地拿出3颗精灵石，告诉威尔他们具有魔力，可如何使用还需要他自行研究。说完便离开了人世。但崇尚科学的威尔并不相信魔法的存在，他准备用魔法石当学费去外地学医。可刚出发没多久，威尔就遇见一名人类女子小磊。在他的盛情邀请下，威尔来到了他的家中，但没想到小磊是一名流浪者，在迷晕了威尔后便偷走了他的精灵石。第二天亚农找到了他，还说出了他的身世。原来威尔是沙那拉族最后一名成员，并且天生具有魔法，只是需要特定的环境激活而已。为了让威尔相信自己所说，亚农准备带着他去往曾经的魔法圣地。与此同时，圣树上的第一片叶子开始凋零，而在昏暗的禁忌之地，地面开始剧烈的震动，随即便发生了炸裂。恶魔之主达摩冲破了封印，但由于圣树没有彻底枯萎，还处于虚弱中的他召唤法阵来保护自己，直至圣树彻底死亡。这时威尔2人也来到了训练营，亚农施展魔法找出了藏在这里的魔法书。他们还从书中得知，当圣树枯萎之时，一朵鲜花也将其绽放，其中将孕育出一颗种子，而精灵族的圣子必须将种子投入避风堡里的血火中，再将其带回圣树体内，这样才能救回圣树。2人立刻决定先行返回精灵王宫，保护7名圣子。但就在这期间，圣树上又有一片叶子枯萎。在这昏暗的禁忌之地，一股邪恶力量从地心爆发，恶魔百变灵破除封印被释放了出来。在恶魔之主达摩的示意下，
百变灵化成波莉的样子潜入精灵王宫，将所有的圣子杀死，其中也包括了波莉的男友。当威尔等人赶回王宫时，6名圣子已全部遇害。现如今，离开王宫的波莉成为了唯一的圣子。众人也从波莉的信件中得知，他要去远方寻找自己的姑姑。亚农当即决定带着威尔去保护波莉。此时对着一切毫不知情的波莉已经找到了姑姑，在告诉姑姑自己在圣树下看见的幻境后，姑姑面色沉重，一言不发。几天后，亚农两人找到了姑姑，从她口中得知了波莉的去向。威尔连忙赶去，但没想到两人的见面异常的尴尬，心急如焚的他不慎滑倒。等他再站起来时，波莉已经消失在瀑布下。等威尔转过身，对方已经用短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在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后，两人收拾一番准备返航。与此同时，圣树上第3片叶子开始枯萎，这次挣脱封印的是能够飞行的怒鬼。他第一时间找到这里，并杀害了姑姑。怒鬼也发现了赶回来的波莉两人，他震动翅膀向着两人飞来，眼看两人就要命丧于此，亚农及时跳了出来，两剑就将怒鬼砍死。但亚农也受了重伤，于是两人将亚农带回了他的沉睡之地。威尔决定要用河中的淤泥为他疗伤，但就在威尔拿到淤泥准备回去时，竟发现波莉被流浪者小磊给劫持。原来流浪者首领拿到精灵石后却不知如何使用，于是他便劫持来威尔，想得知使用方法。可不料波莉在晚上反劫持了小磊，想以此作为要挟逃出去。首领却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小磊只是他花钱买来的手下。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声嘶吼传来，又一只怒鬼追了上来。这时威尔手里的精灵石发出光芒，他顺势捏在手心，对准恶魔，一股巨大的能量喷射而出，将恶魔烧成了灰烬。威尔也因脱力晕了过去。首领见状就要抢夺精灵石，不料亚农赶到就走了他们。原来亚农被沉睡之地内的魔法能量治好了伤势。休息了一夜后，三人继续踏上回到王宫的旅程。这里本是富饶的畜牧农场，可如今却尸横遍野。众人继续向前深入，竟发现一名精灵男人被囚禁在此，而男人名叫班登，拥有看见过去与未来的魔法能力。而外面被恶魔屠杀的农场夫妇就是他的父母。波莉看着如此可怜的男人，决定将他一同带回精灵王宫。也就是这一举动，给他们之后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回到王宫后，波莉第一时间来到圣树下，他需要通过圣树的考验来获得他体内的种子，这也是唯一救回圣树的办法。但考验要是没通过，那波莉将面临死亡。随后在众人的目光下，波莉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在圣树体内，他见到了魔法书中所说的鲜花，可下一秒鲜花吐出迷雾，他再一次来到了幻境之中。而圣树的考验竟是杀死幻境中的威尔，以此来斩断可以影响到他的一切情感。波莉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杀死威尔通过了考验。回到现实中的他看到鲜花不断绽放，最终拿到了一颗巨大的种子。接下来波莉需要将种子投入千里之外的血火之中即可。可众人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百变灵看在了眼里。恰好这时流浪者小磊被命令潜入王宫偷精灵石，于是百变灵趁机变成小磊的样子，准备刺杀波莉。与此同时，班登不小心撞到一名路人，他的脑海中突然闪出女人被杀死的场景。他告诉女人刚才自己的所见，可女人以为班登是一个疯子，转身就开始逃跑。班登则在后面追他，随即便出现了班登刚才脑中的画面。好在及时拦下了假小磊，眼看刺杀失败，他立刻起身逃跑，然后在一条走廊上变化成护卫，躲过了众人的追捕。而此时真正的小磊却被拦了下来，给关进了地牢。但亚农却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他找来班登，让他再施展一次预知未来与过去的魔法。这次他们也终于得知了百变灵存在的事情。为了将百变灵消灭，亚农将波莉当作诱饵，而百变灵也确实上当，他变成威尔的样子，准备刺杀波莉。可亚农及时出现，扭断了他的脖子。解决掉潜在的危机后，众人正式踏上前往血火的路程。但小磊也被扣押一同上路。原来是圣树告诉波莉，威尔和小磊也是被他选中的人，他们三人缺一不可。可就在他们出发的那一刻，不远处的流浪者首领却盯上了他们。地上的枯草堆突然窜出一群流浪者，面对人数是乙方数倍的流浪者，这群精灵只好投降。流浪者首领也如愿地抢到了3颗精灵石，然后他将众人扔到野狼的地盘，让他们在这自生自灭，唯独带走了漂亮的精灵波莉。眼看首领就要对他做苟且之事，小磊却出现打倒了对方。同为女性的他不忍心看见波莉受辱，这才反叛站在波莉这边，随即便俘虏了首领。而他的手下早已被小磊用迷药放倒，然后还救出了被野狼困住的威尔等人。于是众人继续踏上了寻找血火之路。晚上他们来到了一所精灵城堡，本想在这留宿一宿，却发现恶魔牛魔王早已屠杀了这里，众人只能逃跑。2名护卫上前阻止，却被牛魔王2斧子砍死。最终还是首领主动请缨，将牛魔王引到沼泽之地，
用爆炸延缓了对方的追击。但为了彻底摆脱牛魔王，众人只能绕道而行，选择道路更加颠簸的雪山。幸运的是，在半山腰上发现了一座古堡，古堡主人光头热情地给他们提供晚餐。可没想到光头不是个好人，他用迷药放倒了所有人，只有坐在外面的威尔幸免于难。等波利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绑了起来。波利见状报出了自己的来历，自己是被圣树选中的圣子，要求光头立刻放了自己。光头闻言更加的兴奋了，他将波利绑在自制的板凳上，准备对其动用变态的私刑。但威尔突然冲了进来，并杀死了光头。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没被炸死的牛魔王追了上来。侍卫长用性命给众人断后，争取了逃跑的时间。首领和小磊率先利用绳索逃到了悬崖对面的山头。首领想要砍断绳子拦截牛魔王，浑然不顾还在对面的波利和威尔，但小磊于心不忍，他重新回到了对面，准备帮助两人通过悬崖。可惜牛魔王这时追了上来，并用斧子勾住了绳索，三人就这样悬在了半空。哪怕威尔使用了魔法大招也无济于事。首领此时也砍断了绳子，三人瞬间和牛魔王一同掉入了万丈悬崖。这个昏迷的男人刚睁开眼睛，就看见了面前的牛魔王，但好在对方已经死去，毕竟从万米高空坠落，没有主角光环必定无法存活。可他发现四周却没有另外两女的踪影，于是便朝着树林深处走去，不料却被一名精灵男扑倒。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在得知男人被精灵猎手割掉一只耳朵后，威尔主动用草药帮他止血疗伤，并得知了这片土地是由精灵猎手所管控，如果有精灵误入被发现，那基本就难逃一死。威尔听后脸色顿时黑了下来，不由得为失踪的波利两人担心起来。此时在河道另一边的波利与小磊也醒了过来，并发现了不远处的两名精灵猎手，但对面也发现了他们两个，于是一场新一轮的逃亡开始。可途中两人不小心掉落到地下室，发现这里是数千年前人类时期的建筑。在逛了一圈后，发现没有任何的出口。就在两人重新商量出去的计划时，一大批精灵猎手从天而降。此时威尔两人也已悄悄来到猎手的营地，他们准备看能否打探出关于波利的踪迹，但一只耳却看见一名猎手准备吃掉他的耳朵。这践踏尊严的事情让一只耳无法忍受，一股脑便冲去和对方搏斗起来，可不料一招就被秒杀。眼看另一只耳朵也不保时，威尔及时出现救下了他。他们也顺利地得知了关于波利的下落，一只耳也救出了自己的小伙伴飞龙。原来他的本命职业是风骑士。另一边的波利和小磊设下圈套，逐个解决了不少的精灵猎手，但最终还是被红毛抓住。关键时刻威尔从天而降，准备救走两女，可红毛却用箭射伤了小磊，小磊不慎跌落在地。由于猎手的救援到达，威尔只能带波利先行离开。事后风骑士和他们道别，临走前告诉他们自己看见小磊好像被带去了人类的领土，极有可能会被卖给别人。风骑士也的确判断正确，猎手在带着小磊行驶了几十公里后，他们来到了一处人类聚集地，但小磊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里可是巨魔的地盘。红毛没有解释，而是继续向前深入。原本作为战俘的他将被杀掉，可意外被一名人类男看中，并斥资66元将他买下，还好心治疗了小磊身上的伤势。身体恢复后的他见识到了以前不曾见过的画面，所有人类安居乐业，食物粮食自供自给。但面对如此和平的画面，小磊发出疑问：如果巨魔向他们发动战争，他们这群柔弱之人如何抵抗？男人没有回答，他只让小磊跟他去一个地方。随后在一片无人的草地上，男人掏出一把左轮，这是他从人类旧遗址里找到的玩意。说完便让小磊试手。这就是能让他们在巨魔领地立足的本钱。可事实果真如此吗？晚上，男人在营地举办了一场派对，在欢快的音乐声下，小磊沉迷其中，完全忘记了自己救世的任务。此时威尔两人也悄悄地潜入进来，并找到小磊想带他离开，他却认为和人类同胞在一起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威尔两人只好先行离开从长计议，但不料被人发现他们精灵的身份。另一边的小磊正准备回房换衣服，可背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头。老头告诉小磊，这个营地内没有好人，他们能在巨魔领土内生存，是因为他们每个月会向巨魔献祭一个活人。小磊闻言并没有选择立刻相信老头，他半信半疑地找到男人，在趁对方不备之时夺过手枪。男人还以为抓捕威尔的事情暴露，便一五一十地对其坦白，说明了要将他朋友献祭给巨魔的事情。在巨魔即将吃掉威尔的那一刻，小磊及时赶到，一枪杀死了巨魔。三人至此重归于好，再次踏上了寻找血火之地的路程。而他们的下一站便是旧世界里的避风堡，但途中必须穿过巨魔族的一处领地。幸运的是，三人利用管道安然无恙地通过。随后他们进入一间房间，墙上雕刻着血火的图案。此时小磊却突然双眼泛白，随即便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醒来时，脑中多出了一股未知的记忆，似乎在告诉小磊，只有他才能找到血火之地。刚说完，小磊身上突然传来一阵刺痛，女孩身上凭空出现许多的刺青，在这看似杂乱无章之下，这些刺青里却暗藏着地图。小磊根据刺青地图带着两人前往目的地，随后他们来到一处废弃的教堂，而这里便是血火的入口。就在三人商量着如何开启血火之时，突然出现2名血火的守护者，他们的战斗力虽然不强，但却有着极高的蛊惑能力。在守护者的蛊惑下，小磊和波利竟然反目成仇。好在威尔及时拦下了他们，可却不小心划伤了小磊。这时异变突起，小磊手上的血液自动飞向了旁边的开关，于是他主动上前用鲜血开启了血火。波利正准备冲进去，守护者却拦住了他们。威尔见状只能施展魔法拖住对方，波利也趁机跑进了血火之中，小磊则失血过多昏迷倒地。此时进入到血火之中的波利却看见令他匪夷所思的一幕，这里只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就是圣树的本体。所谓的种子也是骗他的说法，波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圣树对他的考验，真正的种子就是波利自己，只有他选择牺牲自己才能救活圣树。在外界的威尔此时正利用魔法救治小磊，片刻后小磊就已经满血复活。苏醒后的他再次打开血火，走出血火的波利一把抱住两人，并谎称自己得到了洗礼后的种子，只要将其投入圣树之中即可。两人闻言赶紧准备赶回王宫，但途中却遭遇巨魔族的追击。就在通过一道闸门时，闸门却突然卡住，无法下降。小磊见状猛然冲到对面砍断门链。You can't do this! We have to go back together! No, you have to go back! Don't you get it? We all have a part to play. I'm doing mine. Now it's up to you. Will, stop. No! We're not leaving you here. That's insane. Will! It's not up to you. We'll come back for you. I promise. 随后威尔两人逃离此地，留下了生死不明的小磊。与此同时，圣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也枯萎凋零。这是一场等待了1000年的种族战争，数百万的恶魔族人整装待发，并朝着精灵王宫前进。精灵一族也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两方人马在树林中展开首次的交锋。但恶魔族人数众多，单兵作战能力也强过精灵，于是精灵族被打得节节败退，很快就只能被动的守在圣殿外。可好在波利赶了回来，只要他能够救活圣树，那胜利就属于他们。可还没进入圣殿，达摩出现挡住了他们。亚农见状上前阻止达摩，波利两人则趁机进入圣殿，但亚农并不是达摩的对手，并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进入圣殿的威尔让波利赶紧拿出种子救活圣树，可波利却说没有你所谓的种子，因为真正的种子就是他自己，只有用他的牺牲才能救活圣树。这一番话彻底打乱了威尔的思绪，他不想自己心爱的波利离开。就在两人纠结之时，大门突然被轰开，亚农此时已身负重伤，威尔见状只能殊死抵抗。但很明显，他也不是达摩的对手。为了大陆的安危，波利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主动进入到圣树之中。一阵白光闪过，圣树重生，所有的恶魔都化为了灰烬，再次成为了圣树的叶子。达摩也被亚农趁机杀死。战争宣告结束，大陆也将继续迎来和平。但威尔并不打算停下脚步，他要履行之前对小磊的诺言。于是威尔独自踏上了营救小磊的道路。